2025最新美国恐怖片《睡魔》来了，为何男人会成为重口味的连环杀人犯？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。话说在美国的布莱克马什监狱，那天是星期一，狱医正在核查刚刚被执行药物死刑的睡先生。这家伙是个十恶不赦的连环杀人犯，狱医认为他死不足惜，他就是一个大的丑八怪。接着狱医就开始写报告了。然而让人惊掉下巴的事情发生，不久睡先生坐了下来，很明显他复活了。然后他走到狱医的后面，万万没想到更加凶残的还在后面。睡先生把狱医绑在床上，虽然他醒过来不停地叫着救命，可是这有什么用啊？睡先生找到一把手术刀，活生生地把狱医的头皮剥了下来，这也太恐怖了。画面一转，小乔是一名患有睡眠障碍的人，他需要不停地服用药物才能睡那么一会。到了星期二，服装店的老板大胖就来开门营业。当他把门打开后，却发现店里已经有一个男人在挑选衣服，这让他大为惊讶。他明白到这是来小偷了，然而他发现这个贼可不一般，一点也不惊慌，这让大胖意识到这个贼可不是善茬，于是就好言告诉这个贼，让他挑完衣服就走，他也就不报警。其实他是想去拿外套里的枪，但是这个贼已经提前把枪拿到手里。其实这个贼就是睡先生。随后大胖表示屈服，这里的东西随便睡先生拿走。睡先生对那些大鱼钩和鱼线很感兴趣，他清楚地知道这些鱼钩和鱼线能够承重400磅。大胖都搞不懂这家伙到底想干啥，然后逼着大胖拿上这些鱼钩。另一边，小乔每天下午还要在网上参加睡眠互助组的活动，主导这个活动的是精神科医生玛丽。目前他们这个组有4女2男，共有6人。不久在服装店里，有鱼钩勾住了男人，那个男人发出痛苦的声音，而且地上还有一滩血水。睡先生就在案板上拿了一个牛角弯刀。哇塞，头部被那么多的鱼钩和鱼线绑住的男人正是大胖，他的嘴巴被胶布封死了，表情万分的痛苦。只见睡先生搬了一把椅子坐到大胖的面前，原来大胖站在一个小型的升降机上，只见睡先生用脚压住一个铁杆，升降机慢慢降下来，大胖被那些鱼线和鱼钩牢牢地勾住头部，瞬间基本悬空了。睡先生觉得还不够刺激，干脆把这台升降机推到一边。这一幕被刚刚进来的大胖老婆看见，大声尖叫起来。很快服装店安静下来，很明显这两口子死于睡先生的手里。小乔一到晚上就无法入睡，他的父亲老卡尽可能的陪他。老卡是一名退休的法官，为人非常的正直。到了半夜，小乔还是睡不着，就拿起手机上网。一位视频博客的短视频引起了小乔的注意。这段视频讲述的正是3年前医生采访美国最臭名昭著的连环杀人犯睡先生的视频。按照博客本意来讲，这份视频应该永远被隐藏的，但是今天还是被他发掘出来。在采访中，睡先生也患有睡眠障碍症，他从14岁起就没有怎么睡觉。他不但杀了自己的家人，而且还每隔8个月14天杀一个人。他把这种杀人的事情看成他的爱好。画面一转回到3年前，采访睡先生的人正是精神科医生玛丽，也就是小乔互助组那位戴眼镜的女医生。当时玛丽就问睡先生为什么要杀害那4名无辜的路人。 I wanted to taste their memories. Their minds were so young and fresh. They were on my list. List? I often wonder what your memories would taste like, Doctor. 他认为是这些不睡觉的人偷走了他的记忆，所以他又杀了那几个人，还把他们大脑里的海马体掏出来吃了，这样他才能恢复记忆。玛丽听完整个人瞬间很不好了，心里直打战颤。回忆结束，时间回到现在，警探大黑正在找玛丽，询问网上视频博客播放出的采访录音是怎么流出到社会上的。玛丽也搞不清楚，他已经申请了禁止令。另外大黑告诉玛丽，服装店老板2夫妻都被残忍的杀害。大黑注意到死者被虐杀的手段极其残暴，脸上有纹身字符，看这个作案手法跟3年前的睡先生很相近，他认为是睡先生的粉丝干的，也就是说社会上出现了模仿者。玛丽简直不敢相信。另一边，小乔的高中同学阿杰一直暗恋着他，几乎每天都来找小乔聊天，还给他带来各种各样吃的。到了下午的固定时间，网上的互助组开始举行活动。
玛丽发现艾琳没有来上网，但是时间不等人了，活动按时举行。与此同时，艾琳正在家中被人残忍的虐待，脸部被刻上纹身字符。风衣男拿着铁钩狠狠插入艾琳的脚踝之中，把她拖入黑暗之中。艾琳肯定是无法生还。时间来到周三，一辆红色的车子在小乔的家门口停留了1分钟，然后就离开。不久，风衣男偷偷溜进去观察。到了下午，互助组的活动照旧举行，他们发现小黑竟然没有来连线，大家纷纷猜测他去干什么了。与此同时，小黑正在遭受非人的折磨，下狠手的正是风衣男。他刚刚在小黑的脸部纹上了字，接着这家伙把小黑大脑钻出了一个洞，也不知道风衣男干这个究竟为了啥。到了晚上，阿杰来到小乔的家中，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小乔的父亲老卡，但是老卡对他似乎不是很热情。到了星期四，大黑来找玛丽，希望玛丽能把他治疗的病人名单交给他，因为他发现已经玛丽的病人当中已经有艾琳被杀了，但是玛丽坚决不给，因为这涉及到病人的隐私，玛丽这么做也没有错到哪里去。而大黑则认为这是睡先生的模仿者干的，然而玛丽提出不同意见，可能这个案犯不是模仿者，大黑认为这不可能。据他所知，睡先生已经在监狱里被注射死刑了，看样子睡先生杀死御医逃跑的事情他们还不知道，毕竟也才是前几天的事情，而且监狱位于其他州，距离他们非常远。大黑接着表示，他估计模仿者会把玛丽治疗的病人全都杀光，希望玛丽尽快想通交出名单。But the question is why? And why your group? Why your patients? They don't have a direct connection with Mr. Sleep like you do. 看样子玛丽也是一位倔强的人。就在这时，大黑接到同事电话，告诉他小黑已经被人杀死在公寓里。转身，大黑把小黑被杀的事情告诉了玛丽，玛丽还是不肯。大黑走后，玛丽就给老卡打了电话，他认为这几起案子就是睡先生所为，让老卡小心一点，因为这起死刑案子就是老卡判决的。而玛丽为法庭提供专业意见。挂完电话不久，这时小乔打来电话，他对互助组连续有人不来参加活动有些惊讶，而且他已经听出3年前的那个采访录音中的女人就是玛丽的声音。玛丽也不否认，就表示今天或者明天他会来玛丽的家中聊聊这件事情。随后玛丽跟大黑来到了法医室，受害人无一例外都是在生前被残忍的虐待，而且刻字在脸上，最后大脑都被钻了一个洞，掏出了海马体。大黑坚持自己的看法，认为这是模仿者干的。玛丽表示了不同意见。 No, he's just evolved. Into what? Something else. Something new. I think he's become a super predator. 时间来到周五，大黑接受了玛丽意见，大清早就派出1名便衣阿迪来到小乔的家门口提供保护措施。不久，玛丽开车来到小乔的家，她是因为网上的那个采访视频专门来安慰小乔的，然而遭到了老卡的拒绝。 Sleep is back. Bullshit. He's dead. I ordered his execution Killed at least myself. 5 people in the last week. That's not him. It's the exact same MO. And you and I both know that none of those details were ever made public. 老卡还是不太相信这件事情，因为这是他们俩的正常工作。就算睡先生没死，也不至于要这样报复。玛丽只好承认，在睡先生还没有死的时候，她采集过他的大脑样本，而且他还得到了老卡的批准。当然，他是以别的理由申请的，他的目的就是想开发一种血清来治疗睡眠障碍症。老卡闻听气坏了，玛丽很明显那是在犯罪啊，他自己被玛丽骗了，反倒成了帮凶。玛丽坚持认为自己这样做可以帮助到千千万万的人，老卡只好把玛丽赶走，两人就此断交。老卡回到屋内，父女为玛丽离开这里吵了一架。本身小乔有病在身，老卡也不敢说出实情。接下来互助组的黑妹遭到风衣男的虐伤，随后他把黑妹的海马体掏出来吃掉。过了不久，大黑来找老卡，提醒他注意安全。风衣男就在草丛偷窥着，突然屋内传出动静，两人赶紧跑了进去。这时恰巧小乔洗完头发出来，看见了惊人一幕，小乔的画像被人涂鸦，还写上了恐怖词语。大黑出来提醒阿迪千万要小心，他还要多派出几辆警车，
分散在周围警戒。时间来到了周六，互助组的黑发妹先是被累晕，然后被风衣男在大脑开了一个洞虐杀了。到了晚上，突然一辆大皮卡贴了阿迪车子的后备箱停下来，这可把阿迪气坏，于是就掏枪上去理论，竟然看见司机不在驾驶室，阿迪也觉得不对头，赶紧回到车里。阿迪就这样活活被勒死。不久，老卡在院子里被风衣男攻击了，几个回合后被他打死。屋内的小乔和阿杰正在谈恋爱，没有听见院子里的动静。这时玛丽拿着枪冲了进来，表示有杀手就在这附近。他没有时间解释，突然风衣男出现在玛丽的身。小乔看见了窗帘后面的父亲的躯干，哎呀，风衣男太狠了！小乔吓得浑身颤抖。接着风衣男捅死了玛丽，阿杰不再退缩，勇敢地捡起一把刀，跟风衣男搏斗起来，让小乔赶紧跑。几个回合后，阿杰被捅成重伤，小乔一直站在楼梯口，跟阿杰做了最后的道别，然后一个猛扑，把风衣男干倒在地上。小乔趁机跑到院子里，这时他的脑袋发晕，他无法走动。随即风衣男追了上来，万万没想到小乔在危机时刻反而清醒了，而且用风衣男身上的铁钩插进了他的右眼。接着他跑到门口，掰断了一根木棍，转身跟风衣男勇敢地打在一处。没想到小乔竟然反杀成功，警察很快赶到。这位风衣男就是睡先生，也是睡魔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是不会死的，看样子还要拍摄续集。影片到此基本结束。我觉得本片拍摄还不错，满分5星，我给打分接近4星，算是近期拍摄比较好看的恐怖片吧。恐怖的镜头非常多，喜欢看这类片子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原片，故事的设定比较离奇，漏洞不太多，逻辑上讲得过去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